见过王爷、王妃。平身吧。本王和王妃此次前来，是想查阅当年服侍过我母妃的宫人名录。敢问王爷，此举何意呀？哦，我母妃继承将至，本王想撰文纪念，所以想寻些宫人，搜罗些生平轶事，供撰文所用。回禀王爷，当年宫里伺候正妃的人都没了。是啊，老奴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要亲自查阅一下。王妃啊，王妃要如此的话，被皇上知道了，老奴实在是难以交差呀。明月，王爷、王妃，老奴先行告退了。他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，去找他。叶婷的嬷嬷，他可能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了。事不宜迟，走。一个犯了宫规的嬷嬷，竟然也要美德按时吃饭，怎么不随正室去了？你好给我们省省粮食。还不定在正室毒害齐妃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助纣为虐？喂饱了他，或许就是喂饱了一个畜生。与其这么活着，还不如索性去了，倒落得大家干净。在掖庭里杀人，就不需要偿命吗？今日见到本王与王妃一事，倘若胆敢泄露出去丝毫，本王必将追究你们，私自处决宫人之责。滚下去！是。糟了，事情败露了，我们得赶紧上忙。老奴戴罪之身，不敢劳烦王爷。本王此次前来，就是因为相信嬷嬷与母妃并非戴罪之人，是本王来晚了。娘娘到死都没能见到王爷一面，老奴身困掖庭，恐怕这一世也无法离开了。嬷嬷请放心，2个时辰之后，自会有小厮来接嬷嬷出宫，安度晚年。娘娘在永泰庵时常念叨王爷，她言道：“每想念王爷一次，就在这丝帕上绣上一针蝴蝶花。”到后来，这帕子上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一片，没有地方再绣。嬷嬷可知，妃究竟为何被禁足于永泰庵？当年齐妃怀孕，娘娘命人送去安胎药，可谁知齐妃服药之后，身中剧毒，就连太医也回天无术，结果一尸两命。皇上为此大发雷霆，盛怒之下，直接废了娘娘封号，被贬到了永泰庵。父皇就没有命人调查此事？娘娘始终喊冤，拒不认罪。皇上为保公允，
派人去调查，可处处证据都指向了娘娘。不久，永泰庵突发大火，可怜娘娘竟葬身火海。一场大火，告诉本王，这大火究竟因何而起？似是有人在宫中燃放烟花所致。难道本王被催眠时那场大火？先不要着急，待弄清真相，再做决定。告诉本王，这大火究竟因何而起？似是有人在宫中燃放烟花所致。全是儿臣之错。慢点，倩儿真乖。李白在困顿之时写下此诗，表达虽壮志难酬，却仍以诗当歌，不屈其志的气魄。娘希望倩儿也能如此，不论学业如何困难，也不要畏惧。你明明知道乔府刚刚出事，竟敢让朕把乔回星赐给你。父皇，乔玄将军曾南平萧险，北破突云，西灭吐谷浑，实乃朝廷栋梁之臣。如此军功，不能因治家不严而全部抹杀。慧心既是重臣之女，为何不可做儿臣的王妃？好一句重臣之女！身为重臣，
家中藏有叛军余党，竟浑然不觉。如此糊涂之重臣，何以为北宣之栋梁？孩子们两情相悦，若强将父辈的罪责加到他们身上，也确实不公。儿臣前往永泰庵祭奠母妃，请父皇降罪。资王妃，看来这圣旨也堵不住你的嘴啊。父皇，明月知错。此事全由儿臣而起，与明月无关。父皇要罚，就罚儿臣吧。若不是他抗旨不遵，你怎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举？父为气刚，无论明月如何行事，都是儿臣所逼，皆为儿臣之罪。无论父皇想如何责罚，儿臣都不会有半句怨言。好一句父为气刚，你想替他全部承担？好，朕不罚他。若朕真要罚你，你能经受得住吗？儿臣一切都是父皇所赐，父皇要罚，无论兵权爵位，儿臣必悉数奉上。你混账！真是混账言辞！好，来人！在，把资王拖下去，杖责！是。父皇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王爷，王爷，父皇，父皇，一切皆是明月的错，与王爷无关，还请父皇开恩啊！父皇，淑妃娘娘，淑妃娘娘，父皇。若不是我去永泰庵放烟花，母妃也不会因此丧生。
月，就让本王一个人静一静，好不好？这是在做什么？慧心既嫁入了灵王府，当了灵王妃，那该办的事还是要办的。过了今夜，你我便是一血了。你当真要如此？慧心说过，对资王，从今以后只有恨，没有爱。王爷，慧心既是你的人了，你我之间便是密不可分，共同进退。
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齐这批赈灾粮食，连夜补运至青州才是。给慈王妃请安。谭丽，你快去看看。好，打开我看看。公主，您看看，这些富商们运来的，总共就这么几包，里面居然还掺了骨皮，尽是次等粮食。我们好言相求，居然还运来这样的。公主，他们这些城里的富商真是欺人太甚。谭丽，你先将这些拉回去，细细清点。好。王妃，既然粮食都到这儿了，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公主，走。您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这不是敷衍您吗？咦，那个呱呱，我们自己想办法筹粮。什么世道？堂堂北轩四王，终日将自己锁在这屋里，你是在惩罚自己，还是在祈求别人可怜？本王怎会祈求别人？痛苦使人清醒，人活着本就是痛苦。我心里的痛，你又如何知道？一个能在痛苦中保持清醒的人，他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劫粮一事，你可有想过？究竟是谁要置子王府于死地？后面跟上！使劲儿！来！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在，一定好生运回府里。大家快些，跟上！不行，这些粮食虽然宋金玉跟康乐都给了，但是仍然不及赈灾粮食的10亿。好不容易从那些抠门的富商手上
要来这几车粮食，又从那么老远的庄子运回来，一定得全程跟着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5日实现，10000担粮食，你是万年巨龟，死也无妨。可明月呢？李谦，你究竟是？快往前走！保护王妃，放纵粮食慢走。是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就算世界能重来，我不会离开。哪怕你还不明白，我一直都在。就算王爷，属下保护王妃不周。大胆山贼，还敢偷袭！你别管了，剩下的交给第5城处理。这下又要损失好多。别怕，本王有办法。赈灾粮毕竟数量巨大，与其日夜筹措新粮，倒不如查清究竟是何人劫粮，劫往何处。10000担粮食，总不能一夜之间踪迹全无。王爷的意思是？六成在。你假扮粮商，去城中四处打探，究竟有何渠道可以在短期内收到大量粮食，假装高价收购，引出这批贼寇。是。没事吧？大人，2日前有个家伙说是有笔横财要给我，就把我带到这个破宅子来了。哎，请吧。子王何在？啊，禀皇上，子王正在赶来的路上呢。这九弟还真是沉得住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贯藐视父皇，目无公归呢。子王觐见。父皇，儿臣来迟了。青州赈灾粮食被劫，数10万灾民苦等天恩，你却如此亵渎怠慢。若不是前日你交了兵权，就都想撒手不管了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今日殿前议事，那你为何姗姗来迟，如此散漫，无视公规？父皇息怒，儿臣之所以来迟，正是去处理赈灾粮一事，现已全部安排妥当。安排妥当？那给朕说说，你是如何安排妥当的？回父皇，
我与第五城劫取了粮贩。大人，我跟您说，哪个月？死人了！死人！死人！王爷，军士一见封号。清点一下，丢失的赈灾粮是不是都在这儿了？是。那王爷，这立即打入大牢。是。清点粮食。回父皇。事情经过，便就是这样。丢失的赈灾粮一大半寻回。就算丢失的赈灾粮已被大半寻回，可是青州的百姓已经被耽搁半月有余。在这期间，多少灾民因此丧生，而灾民饥而无粮，便不得不卖儿卖女。父皇，那情形可是万分惨烈。王兄稍安勿躁，且听臣弟说完。父皇，灾区的赈灾粮已全部安排完毕，并未无事。胡说！赈灾粮不是才刚刚寻回，如何在一夜之间运至青州？你敢欺骗父皇？运至青州的，并不是丢失的赈灾粮。丁王，你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回父皇，先前宣河流域棉花产量丰富，积压了大量库存，而这棉花正是南方所缺的作物。儿臣连夜派人快马加鞭前往洞庭湖一带，与粮商交涉。你是说用棉花作为交换，换得了赈灾粮？父皇英明。儿臣正是走了水路，将粮食运往灾区，加上近日有东风助力，可快3倍速度。算算时日，竟比原先预计到达青州的赈灾粮还要再早上2-3日。很好，若真能这样，倒能及时供给灾区所需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啊！九弟真是机敏过人，处变不惊了。子王，你仅用区半个月，就能把灾区的各项事宜打点得如此妥当，朕心甚慰啊！父皇仁德爱民，儿臣只是谨遵父命，做分内之事罢了。况且赈灾粮一事虽已解决，但究竟是何人胆敢劫粮，尚未查清。当务之急，要尽快先把粮食分发下去。是，父皇。儿臣告退。玄儿也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九弟为何行色匆匆？你我尚未就劫粮一事拟出个章程。和王兄你章程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无论本王查到了什么，到了王兄之处，必定石沉大海，或是找个由头，不了了之。王兄，劫粮一事，时机选得真好啊！慧心啊，你带来的这把团扇，本宫甚是喜欢。看着它，本宫就想起了年少时曾经在故乡的情景。星儿，近日公务可还繁忙？谢母妃关心。团扇既已送到，儿臣和慧心就不扰着母妃歇息了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吧。爱妃为何如此开心啊？皇上，玄儿和慧心给臣妾带了一把故乡的团扇，臣妾瞧着欢喜。薰儿，你们俩有心了。不过薰儿最近事务繁多，
倒不忘和你母妃说说话，正心甚慰啊。若是能够早日的开枝散叶，本宫就更欢喜了。母妃，慧心不过才进府几日，怎会如此快？母妃不如先替资王他们操心的好。这个西月公主嫁给千儿也有些日子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九弟妹生性跳脱，想来也是九弟有所顾忌。她来我北轩也有一阵子了，无所长倒也罢了，可始终都不懂礼数，散漫成性。今日千儿莫不是都被这个李明月影响的失了规矩？这岂不是既失了我北轩王爷的体面，又失了朝廷的体面？父皇母妃不必心急，资王妃天性不拘小节，也不必太过苛责。只是这资王府日子一长吧，若是无人约束，确实有些不妥。儿臣有一提议，不如为九弟再举一房侧妃。这资王府若是多一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来打理，这面貌必然会焕然一新。侧妃，皇上，玄儿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千儿府上若只有一位异国公主为王妃，终是不妥的。千儿年纪也不小了，若这李明月总是无所出，终是会惹非议的。那既然如此，为千儿挑选侧妃一事就交给你了。务必要给千儿选一个端庄贤惠、识大体的女子。
战不耐犯禁之事，断不会如此。求皇上开恩，娘娘开恩！闭嘴！父皇，淑妃娘娘，快坐下，陪你父皇饮茶。是。谢淑妃娘娘。谦儿，有一桩喜事要与你说。喜事？淑妃娘娘，请说。你父皇与本宫商量着，替你定了一门亲事。淑妃举荐了户部侍郎裴林之女裴淑堂，此女性格温顺，淑德贤良。朕今日就把她赐给你，做资王府的侧妃。谦儿，还不快谢过你父皇？皇上为了这门亲事，可是费尽了心思啊。父皇，儿臣一生只愿娶明月一人，请父皇收回成命。谦儿，你父皇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我们北宣的王爷和朝廷命官府上，哪个不是妻妾成群？若只你资王府单一个王妃，别人倒要说资王妃擅妒了。父皇，把那个在后宫乱用妖术、祸乱宫廷的妖女拖出去杖毙。巫蛊之术自前朝起就是禁术，若不严惩，定生祸患。朕不允许有任何人在朕的眼皮底下使用巫蛊或催眠之术，若被发现，格杀勿论。周公公，皇上还不快去！遵旨。拖下去，去！皇上，皇上饶命了！娘娘，你的命求求求！皇上！谦儿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为你多娶了一房侧妃，皇上也是希望你能够早日为皇家增添子嗣，还不快领旨谢恩？儿臣领旨。公主，不好了，皇上要给王爷赐婚了。谭烈，你今日的玩笑是越来越敷衍了。王爷近日对我的喜好可是越来越了解了。是真的，公主，府上都传开了，说是那个侧妃不是就要嫁进王府了。那好啊，我岂不是多了个人使唤？哎，怎么样，长得可还标致？比起本王妃又如何？有我英姿飒爽，武力超群吗？公主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呀，还是不够炉火纯青嘛，好歹让雀燕呀、第五城啊、王爷啊轮番上来骗一遭，那才像话嘛。可以啊你，怎么绷着一张脸啊？明月，我都听坦丽说了，至于愁成这样吗？父皇召我进宫，他说你们是合起伙来诓骗我说那个侧妃是吧？父皇圣旨已下，不日裴淑堂便会嫁入府中。
今日约他来，失策了吧？他这哪里是来试剑，分明是来打架的。小千为救心爱的女子，献出了自己，心中烦闷不堪。这有何烦闷呢？本公子求都求不来，他还烦。哎，匪夷所思，匪夷所思啊！哎呦啊！阿珍，你这话我可记住了。想必康乐公主倒是颇有兴趣，想知道你是如何舍己救人的。本公子方才那么一琢磨，确实不应该，理当反问，理当反问啊！哎呀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明月今日举止反常，肯定是不信。阿珍，我担心他接受不了。我倒觉得你该顾虑一下，今晚的洞房之夜该怎么过。哎。好热闹。姐姐，请喝茶。舒堂昨儿累了一日，晚上王爷又……故儿今日真是腰酸的紧，礼数不周，还望姐姐见谅。
别一口一个姐姐的，看上去比我还老实许多。莫要叫的这么亲热，听着怪别扭的。你说腰酸，房里的大软床睡不惯呗？无妨，本王妃改日便让坦丽将你房中的床给换掉。铁床如何？又硬又凉快，日后炎炎夏日连冰块都省了。不敢劳烦姐。不，王妃，书堂的床是极好，只是昨夜王爷有些着急，过了。哦，不妨与我细细说说，本王妃很是爱听。这恐怕不太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都是自己人。他是怎么着急了？他是这样了，还是这样了，还是这样了？王妃恕罪。王爷到。王爷，您总算来了。舒堂，茶敬毕了，就随我进宫面圣。府中大小事务，等回来以后从头学起，帮着打理些。是，王爷。明月，你一大早便起来，也累了，别胡闹了，赶紧回房休息。怎么了？一脸被人欺负了的样子。没。你这张脸啊，一旦有个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。说吧。公主，奴婢。怎么支支吾吾的？哎，手怎么了？怎么弄的？是谁？方才在厨房，奴婢想给你熬银耳雪莲汤，怎知刚熬好一碗，就被后进来的银听抢了去，说是他们小姐要用。争抢之下，就烫到了。什么？裴淑堂他们欺人太甚！公主别去了，一会儿王爷看见了，又要怪您了。不成，忍，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公主别去了！银听如此欺侮你，放过他，我就不是李明月。公主，这资王妃成日缩在房里不出门，我原以为是个不好惹的，现下看来，没有王爷的宠爱，也不过如此。跟太离道歉。银听是侧妃的丫鬟，王妃打狗也要看主人吧？什么狗和狗主人的？我今日打的就是狗！银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王妃竟在我房里如此大动干戈。放手！今日没把他打成残废，是给你面子；这一巴掌，是给你们主仆一个教训。好让你们记着，我李明月的人不是好欺负的。即便你已经嫁进了府里，也别妄想在我身上打主意。日后，坦丽身上若再多一道伤，我便打到你小姐都不认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王爷，
王妃一早便带坦丽来寻侧妃的麻烦，侧妃不过想喝碗热汤，王妃不乐意，便动手打了奴婢，请王爷给侧妃做主。好啊你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？看来我刚才那一巴掌是打轻了，非逼本王妃再给你来一巴掌不可。明月，王爷，王妃不过是想给奴婢出气，你……王爷，要进来歇息一下吗？不必了。王爷慢走。起身吧，王爷走了。李明月那个泼妇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小姐，您家来府里是为了什么？您忘了吗？成日在屋里不是看书便是作画，今日若不是我出手，都不知道那边该如何回话。可那李明月都已经失宠成了那样，竟然还敢为了一个丫鬟打我，所以你便烫伤了坦丽。英听，你觉得你这些不登大雅的手段，真的能起到什么作用吗？起码让他李明月看清楚，他早已被王爷厌弃了。以后不要再擅自行动了。是。公主，您这是何故啊？公主，我这就收拾行李回西院去。公主，他既要娶侧妃，我这王妃之位就让给侧妃去做好了。回到西院，我好歹是人人尊敬的公主，留在这儿呢，任谁都能来欺负我一番。公主，您消消气。哼，况且他一心认为我是那种挟私报复的小人，他们不但伤了你，还倒打一耙来怪我们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可气，当然可气。公主，奴婢帮您。公主，您说的对，咱们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受气呢？便是回西院，坦丽也陪您一起。其实也不着急，今日收拾完。你看，东西这么多，总得好一阵收拾，是吧？公主您放心，坦丽手脚快，不出一个时辰，坦丽定能给您收拾妥当。你看，这不就收拾好一箱了吗？公主对王爷一心一意，偏见王爷不懂得珍惜。哼，你好快啊！老天爷，这回你可得来帮帮我。走，不走，走，不走，走，不走，走，走你个呱呱！公主，公主，都收拾好了。王妃，王妃，王爷说让您去书房收拾那些古籍。啊？还收拾啊？王爷呢？王爷陪着侧妃去司空府那儿了。好啊，现在都开始把我当下人使唤了。看我不把你的书房翻个底朝天！
王爷吩咐了，这儿只准您一个人在这儿收拾。谁说我需要帮手了？故意整这么乱，存心整我呢。不舒服就赶紧回房歇着。啊？我以为他都把你扔了，没想到他还留着。那时他尚有心思送我一根宝簪，也不知今时今日，他还记不记得当初对我说过的那番话。有时城郊若梅亭，不见不散。签字。我答应要赴约，可不是因为原料里签了，就是要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招。今日听雀燕说，王妃收拾了一日的行李，为何要收拾行李呢？